面包机结合了厨师机的搅拌和烤箱的烘烤功能，多几个步骤能够轻松地复刻出烤箱制作的松软吐司。首先将面团的配方中除黄油、酵母和盐之外的所有食材放入面包桶中，选择搅拌功能，揉出光滑的面团。为了降温，在搅拌的过程中打开面包机盖。由于揉好的面团温度会上升，我们需要将其密封并冷藏静置2小时。这样做有2个目的，一个是降低面团的温度，二是让面团在长时间静置中自我形成面筋，这也是所谓的水合法。静置后的面团会形成一层厚膜。接下来将面团取出来，分成小块，放入面包桶中，再加入黄油，使用盐和耐高糖酵母，进行第2次搅拌揉面。在这个过程中依然要打开机盖，降低面团的温度。虽然揉好的面团达不到手套膜的程度，但是足够制作各种口味的面包。面团取出来，整理成圆形，然后把搅拌棒取出来，表层涂上一层薄油，锁住内部的水分。面团放在桶中间，盖好盖子，开始发酵。当面团发酵至原来2倍大时，取出来，给它做个整形，进行2次发酵。在做面食发酵方面，不论是馒头、包子还是烤面包，很多网上教程推荐1次发酵，但实际上2次发酵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，比1次发酵要好很多。面团放在桶中间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面包机的功能。发酵和烘烤可以同时进行，总时长是1小时40分钟，而单独的烘烤功能总时长是30分钟。由此我们可以推断，如果选择发酵烘烤功能，发酵的时长为1小时10分钟，烘烤时间为30分钟。然而吐司在常温下2次发酵时，时长通常是1个半小时到2小时之间。因此为了复刻出接近烤箱版的吐司，我们需要延长2次发酵的时间。有2个选择，一是在常温下发酵30分钟，然后选择发酵烘烤模式，或者是在室温下直接发酵至桶的8分满，再在面团的表层刷上蛋液或者是挤上脆皮酱，撒上干果，选择深度烘烤，最后打开烘烤功能。面包出炉后要立即取出来，放在晾网上冷却，这样可以避免面包缩腰。相较于面包机功能键的一键式完成，这个制作过程中增加了水合的步骤，对面团进行了降温处理，还增加了2次发酵和整形，大大的提升了面包的内部结构和味道。最后我们又延长了发酵的时间，使面包更加的松软。当你咬下一口，香甜的味道和松软的口感会让你明白，为了这一刻的享受，每一步都是值得。我是小敏，下期我们再见。